好多人握着意思都没搞清楚一个道理，有钱同有富根本系两回事。你去睇下嗰啲顶級富豪，身家亿万，呼风唤雨，但满年过得孤苦伶仃，众叛亲离嘅。有人在，佢哋买得起最贵嘅便床，但买唔到一夜安稳嘅觉；请得起最贵嘅用眼，但请唔到一个真心陪住饮茶嘅人。所以你要搞清楚呢件事。而真正嘅好命，往往收埋喺嗰啲平時最易俾你忽略嘅地方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個絕大多數人都未諗通嘅秘密。60歲之後，如果你身上出現咗呢幾特徵，就係天生好命嘅體現。你唔使去揾人算命，也唔使去排八字，你只需要對住塊鏡照一照，靜落心，回想一下自己一個日常生活打扮，就已經擺喺度。你能夠聽聞，就證明你已經好有福氣。呢啲事聽起來簡單又普通，但你細心諗下，身邊真係做得到嘅人少之又少。就算你淨係中咗其中2-3個，你已經好過大多數嘅人。如果5個中晒，恭喜你，你就係呢個世上最有福氣嘅人。只不過你之前一直未發過啫。喺講呢啲特徵之前，要先明白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點解偏偏係60歲成為人生好丑嘅分水嶺。喺中國傳統智慧裡面，60就係一個完整嘅循環。天干有3個地支，有11個，兩者兩兩相配，由甲子開始到癸亥結束，一共是60個組合，行完一個大圈，然後回歸原點，重新嚟過。所以古人將60歲叫做花甲，亦叫做還曆。呢個還曆嘅意思好深，你由出世到60歲，人間嘅酸甜苦辣、人情冷暖、悲歡離合，全部都經歷過一輪呢個生命。喺呢個時間點上，會做一次根本性嘅總結同轉換。之前60年嘅因果，都會喺呢個時候開始集中顯現。你前半生積攢嘅福報，到咗呢個時候，就會以各種各樣嘅形式呈現在你身上。我哋要講嘅好命，唔係命理書上嗰種虛無縹緲嘅講法，唔係話你命中注定要享福或者冇得改。啱啱相反，老祖宗智慧嘅精華，從來都唔係叫你認命，而係叫你識得命，知道自己身處邊個階段，然後能夠做出最明智嘅選擇。呢度最核心嘅道理就係一陰一陽嘅平衡。滿戲滿版都有陰陽兩面，有動就要進，有進就要退，有生長就要收藏。一人後生嗰陣有如日中天嘅光芒，慢慢長到60歲就開始正要起手嘅階段。呢個階段果實已經成熟，掛喺枝頭，由青變紅，紅透咗，就係最甜美嘅時候。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同積累，到個時候就會以各種美好嘅形式回饋到你身上。呢啲美好嘅體現就係我今日要同你講嘅5個特徵。第一個特徵，慢慢按睡覺到天光。你千祈唔好覺得呢個特徵好普通，事實上能夠喺60歲之後仲瞓得好嘅人係少之又少。你問下身旁邊嘅長輩，有幾個能夠一覺瞓到天光？大部分嘅回答都係半夜2-3點必醒，然後望住天花板眼光光到天光。有人係攤喺床度，精準反側，這個腦好似放電影咁，播放住各種煩惱，擔心自己嘅退休金，擔心仔女嘅事業，擔心自己嘅身體，擔心存款夠唔夠用到百年歸老。有人係瞓着，但瞓得唔冧，羞羞深酒，行處於半夢半醒嘅狀態。第二日起身攰過未瞓，仲有啲人直頭長期靠藥物先至勉強瞓得着。你細心諗下，一個人點解會瞓唔着？歸根到底就係2個字：心亂。你心入面有太多嘅掛礙，太多嘅焦慮，呢啲嘢喺日頭可以用忙碌去掩蓋，但一到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好似潮水咁湧上嚟，將你淹沒。所以話瞓唔着嘅人未必係身體出咗問題，而係心入面壓住事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到咗60歲，你都能夠安安穩穩瞓個好覺，咁就代表你嘅心係安寧嘅。你冇太多嘅遺憾，需要喺深夜反覆咀嚼；你冇太多嘅恐懼，需要喺黑暗當中獨自面對；你冇太多嘅負擔，令你緊準難眠。你嘅心就好似一面平靜嘅湖水，微風吹過可能會有少數漣漪，但好快就能夠恢復平靜。呢種狀態就係古人所講嘅心安。而心安嘅人先至係天底下最有福氣嘅人。大地係點樣嘅？佢可以日夜不停歇桿運轉，你可以隨意咁喺佢上面行，佢可以承載萬物，你可以喺上面種嘢，佢嚟滋養你。無論春夏秋冬，翻風落雨，佢永遠係咁沉穩，安安靜靜，穩穩陣陣，一動不動。大地之所以能夠承載萬物，就係因為佢夠厚、夠穩、夠靜。一個人嘅心如果能夠保持大地般安穩沉靜，夜晚自然能夠瞓得安寧。你可能會話放低邊有咁易，我就係有好多嘢放唔低。我話俾你知一個道理，好多時候你以為放唔低嘅事，其實係你自己揀咗唔放。你擔心仔女，但仔女已經30幾歲，佢哋嘅人生可以自己負責。你擔心有用咩？你擔心退休金唔夠使，但你每個月嘅開支其實已經足夠多餘嘅焦慮，只係喺度消耗你嘅健康。
你成日記住10年前某個朋友講過嘅一句難聽嘅說話，但嗰個人可能早就已經唔記得咗件事。你心入面裝住一嚿嚿石頭，這點可能分得好。放低唔係叫你拋棄家人朋友，而係你終於明白有啲事你管唔到，也唔需要你管，管得太多嘅人分唔着，管得少嘅人腹黑自然就會嚟。大地從來唔抽身，天上嘅雲向邊度飄，風向邊度吹，佢只係安安靜靜地做好自己嘅本分，承載滋養包容。你能夠做到呢點，你今晚就可以分得特別好。所以如果你滿滿頭一點枕頭，就能夠安安穩穩分足成晚，而朝早起身覺得精神飽滿，神清氣爽。恭喜你，呢個就係後面嘅表現。呢件事睇落簡單，全世界有幾億人夜晚係瞓唔着嘅，你能夠做到咁樣，已經係一種深厚嘅腹黑。第一個特徵，粗茶淡飯，能夠食出真滋味。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食飯有味都算好命咩？唔使咁諗，呢個特徵比你想象中要珍貴得多。你有冇試過一段時間什麼都覺得冇味，胃口唔啱，對住前台嘅餸係起唔到半啲興趣？嗰種狀態醫學上叫做食慾不振，但係更深層次上嚟講，佢代表嘅係一個人嘅生命力喺度減弱。一個人對食物嘅興趣其實反映出佢對生活嘅興趣。你食嘢覺得有味，代表你嘅五臟六腑運作良好，你嘅氣血流通暢順，你嘅心情愉悅平和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一個人連食飯都覺得冇味，佢對生活其他方面也好難提起興致。但呢度有個好關鍵嘅重點，你要聽清楚。我講嘅唔係你要去食乜嘢山珍海味，啱啱相反，真正嘅好命係你能夠從簡單嘅食物裡面獲得滿足同幸福。你食一碗白粥配一碟青菜，飲一杯清茶，都覺得無比美好同滿足。呢種對簡單事物都能夠品味出滿足感嘅能力，先至係真正嘅腹黑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代表咗一顆清淨嘅心，你唔俾外界嘅花花世界搞到心浮氣躁。你嘅你能夠感受到事物最本真嘅味道，一杯清水裡面嘅清甜，一碗白飯裡面嘅甘香，呢啲都係最基礎嘅滋味。好多人一世都體會唔到，因為佢哋嘅嘴被太多濃烈嘅味道麻痹咗。井水清澈甘甜，一夜不停歇，咁滋養住附近嘅村民。但佢從來唔宣揚自己有幾重要。你去到井邊打一桶水上嚟飲一啖，清涼又舒服。佢所滋養生命嘅往往係最樸素、最簡單、最唔起眼嘅嘢。一碗白飯，一盞清茶，一碟家常小菜。呢啲嘢冇花幾多錢，亦唔需要大費周章，但佢哋帶俾你嘅滿足同滋養，係任何山珍海味都比唔上嘅。我之前聽過一個好打動人心嘅真實故事，有位老人家以前係做餐飲業嘅，喺行業便打拼咗幾十年，由一個廚房小學徒做到後來自己開咗幾間酒樓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做餐飲嘅老闆，乜嘢未食過魚翅、鮑魚、燕窩，對佢嚟講都係家常便飯。食嘅場面太多咗，嘴已經被佢養刁咗。後來退休之後，身體開始有各種毛病浮出嚟。三高、關節痛、腸胃唔舒服，醫生叫佢清淡飲食。佢一開始毫無習慣，覺得每日食個白粥、青菜好似食草咁，完全吞唔落去，冇辦法為咗健康，唯有忍。慢慢過咗大半年，一件奇妙嘅事發生咗。有一日朝早，老伴朝舊攞上一碗白粥同幾碟小菜，佢攞起筷子夾咗粒醬瓜擺入口，嗰一刻佢成個人呆咗，佢嘗到咗白粥裏面米香嗰股清甜喺口腔度慢慢散開，溫潤感流過喉嚨，嗰種係無比舒服嘅感覺，佢以前從來未體會過。佢望住坐喺對面嘅老伴，同老伴講咗句話：我做咗幾十年飲食，食遍天下美食，到頭來先發現最好食嘅嘢，原來就係你煮嘅一碗白粥。老太太聽完笑笑下就流眼淚。呢個故事聽上去好簡單，但裡面收埋嘅道理好深。呢位老人家前半世人食盡山珍海味，味蕾早已被各種濃烈嘅味道麻痹咗，以至於佢品嘗唔到最簡單嘅幸福。呢個都係好多人嘅人生，窮一生去追求富貴輝煌，到頭來先發現真正令你快樂嘅，從來唔係乜嘢驚天動地嘅大事，係每日一餐飯，飲好一杯茶，同身邊嘅人講好一句話，呢啲微小嘅日常先至係幸福嘅真正面目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你如果成日都能夠食出白飯嘅清香，對住一碟簡簡單單嘅小菜，食得津津有味，心滿意足，咁你就係天生好命，因為你成日都能夠感受到生活最本真嘅美好。你有一副健康嘅腸胃去消化你嘅幸運，更重要嘅係你有一顆感恩嘅心去品味呢一切。呢種能力也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好福氣。第三個特徵，身邊總有人願意陪你傾偈。呢個人可以係你嘅老伴，可以係你嘅老友，可以係你嘅兄弟姊妹同仔女。總之就係一個唔需要任何理由，唔需要任何利益交換，就願意靜靜咁陪住你嘅人。呢個特徵聽上去好簡單，但你留意下意思。
60歲之後，身邊總有人願意聽你講嘢嘅人真係越嚟越少。你後生嗰陣覺得應酬好煩，飯局太多，電話響唔停。但等係你從意料之中退落嚟之後，你會慢慢發現電話唔再響，冇人約你食飯。以前圍住你團團轉嘅人，一個一個消失咗，你心知肚明。以前嗰啲所謂嘅朋友，好多都係建立喺利益上面。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，佢哋一窩蜂湧過嚟；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，佢哋走得快過風。呢個係人生嘅現實，無需迴避。但你都因此要更加珍惜嗰個留低嘅人，嗰個喺你退出名利場之後，仲會主動打電話俾你，約你飲茶陪你傾偈嘅人，先至係你真正嘅貴人。佢睇中你，唔係因為你有權有勢，而係因為你呢個人本身值得。佢願意為你付出時間同真心，呢種關係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。真正的連接唔需要夜夜期聚，唔需要時時刻刻保持聯繫。兩個真正高深嘅人，可能半年先見一次面，一齊坐低就要講5元嘅嘢，亦可能乜都唔傾，只係靜靜咁坐喺度飲啖茶，睇下風景，各自放空。嗰種舒服係任何言語都冇辦法形容嘅。嗰種無聲嘅陪伴係人與人之間最高級嘅相處方式。你細心諗下，一個人如果活到60歲，連一個能夠安心講嘢嘅人都冇，咁佢嘅前半生多數係出咗問題。可能佢太自我、太自私，從來冇用心經營過人際關係。可能佢一世只係識得計算，利益得失從未真正。交過身呢種人，老年身邊的人走個走，散個散，淨翻自己一個人對住一面牆，嗰種孤獨感係任何埋在都填唔滿嘅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到咗60歲身邊，總有人願意陪你較早去公園散步，有人同你飲個下午茶，有人同你食碗晚飯，有人陪你打下電話，咁你就真係好命。因為呢，代表你那個人值得被陪伴，值得被珍惜，那個人品，那個為人，那個真心，喺過去幾十年裏面，你留低咗一份珍貴嘅緣分。有句老話講得好，知行之家必有餘慶。你前半生對人善良、真誠、有情有義，你呢啲性格就會喺你嘅晚年結成性果。身邊有人陪你就係最直接嘅體現。所以唔好覺得那一切係理所當然，其實呢個係你一世嘅修行換來嘅福報。你要好好珍惜每一個陪喺你身邊嘅人，因為佢哋嘅存在本身就係你好命嘅最好證明。講到這裡，該說第4個特徵了。呢個特徵可能係好多父母最難做到嘅，就係你個仔女能夠令你上心。你聽清楚我講，唔係話你個仔女要幾成功、幾有錢、幾出人頭地，而係佢哋能夠獨立自主經營好自己嘅生活。唔使你為佢哋擔驚受怕，操心到夜晚瞓唔着覺。佢哋有自己嘅工作、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生活圈子，能夠處理好自己嘅事務，唔使你日日掛住。呢個先至係作為父母最大嘅福氣。但好多60歲以上嘅老人家偏偏做唔到呢點，佢哋對仔女嘅操心冇隨住年紀增長而減少，反而越嚟越嚴重。仔女30幾歲未結婚，佢哋擔心結咗婚唔生細路，佢哋擔心生咗細路，佢哋又擔心教育問題。個仔份工穩定，佢哋擔心升職，個女揀遠嫁，佢哋又擔心婚姻關係好唔好，每一樣都要管，每一樣都要擔心，佢哋以為呢個係愛，但其實呢個係一種越界同控制。你越去控制，結果你越控制唔到，到最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，亦都帶俾仔女巨大壓力。教育細路成長，該高嘅已經高咗，該講嘅已經講咗，到咗某一個階段，你就要放手。山下面有泉水湧出嚟，泉水自然會玩到自己嘅去路。你唔使喺旁邊指指點點抽生，佢應該向左定係向右，你只需要喺源頭把關，確保水質係清澈嘅就夠。換句話講，你嘅責任係喺仔女細個嘅時候，幫佢哋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同做人嘅根基。嗰啲你已經做咗佢哋成年之後嘅路，就應該由佢哋自己行。你要相信你自己嘅教育，相信你養大嘅係一個有擔當、有能力嘅人。你可能會話，我知要放手，但我做唔到呀。我明白你，但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對仔女嘅過度操心，好多時候唔係出於愛，而係出於恐懼。你驚佢哋過得唔好，驚佢哋行錯路，驚佢哋受傷，你呢啲驚，其實係你自己內心嘅唔安全感。你將你自己嘅焦慮投射咗喺細路身上，以為係關心佢哋，其實係喺度用佢哋嚟填補你嘅空虛同恐懼。呢種操心對你嘅健康有害，對仔女嘅成長亦都有害。真正嘅大機會係選擇相信你嘅仔女有能力處理好佢哋自己嘅人生，相信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冇白費到。呢個世界雖然唔完美，但總體上係相信嘅。當你學習相信嘅時候，你嘅心就會鬆落嚟，你嘅焦慮就會減少，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亦都會變得更加健康。你喺佢哋眼中唔係負擔，而係一位值得尊敬嘅長輩，佢哋會主動翻嚟探你。
唔系因为怕你担心，而系因为真系挂住你。那种出于自愿嘅亲情，甚至系最真实、最持久嘅故人。有句话讲得好通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偶。你嘅細路有自己嘅福氣，自己嘅姻緣，自己嘅人生道路，你只係佢哋生命中嘅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你能夠俾佢哋最好嘅禮物，就係停止為佢哋過度操心，過好你自己嘅生活，做個健康、開心、自在嘅長輩。等佢哋見到你過得好，佢哋先能夠安心，先能夠安心去經營佢哋自己嘅人生。呢個甚至係一個家庭最好嘅狀態，各自安好，互相祝福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如果你嘅仔女都各有各好，各有各嘅生活軌跡，唔使你日日操心牽掛，恭喜你！呢個就係你好命嘅鐵證，佢證明咗你前半生嘅教育係成功嘅，你嘅家庭根基係穩固嘅，你嘅福德係深厚嘅，呢份神身比任何金銀珠寶都值錢。好到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特徵，個三度要有一片清淨。前面嘅特徵你都具備，分得冧，食得滋味。有人陪仔女好，你諗下一切都好。但如果你個三度冇一片清淨，咁前面所有嘅都會打折扣。你本來分得着，但個三里拉亂，遲早都係會醒你食得到美食。但個三唔安寧，你食落去亦唔會覺得滿足，你身邊有人陪。但個三飄忽不定，你同人相處亦會覺得唔自在。你個仔女都好，但你曾日自曾煩惱，你依然過得好唔開心。所以講到底判斷一個人係咪好命，最終嘅標準只有一個，哪個心還沒安寧，那個叫做心中有一片清淨。唔係話你要出家斬斷一切世俗牽絆，也唔係話你非要每日打坐冥想修煉到六根清淨，佢係一種好自然嘅狀態。你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咁坐喺度乜都唔做，但唔會覺得無聊，唔會覺得焦慮，唔會覺得空虛。你嘅心就好似一個裝滿清水嘅杯，普普通通但清澈通透自在。你望住窗外嘅一塊葉，你會覺得佢好靚。你聽到街邊嘅幾聲雀仔叫，你會覺得好愉悅。你聞到隔離屋企飄嚟嘅餸菜香，你會覺得好溫暖。從嗰啲日常生活中其他人根本唔會留意嘅嘢度，都能夠感受到美好。呢種狀態就係清淨心嘅體現。真正謙虛嘅人唔會覺得自己不如人，亦唔會覺得自己叻過人，佢就係安安穩穩咁，但喺自己嘅位置上面唔高唔低，唔卑唔亢，佢唔需要同任何人比較。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唔需要得到任何人嘅認同。喺佢心入面冇高低之分，冇好壞之別，所有嘅一切都係生命嘅一部分，佢全部接納，全部經歷。呢種境界你可能覺得好遙遠，但其實好多普普通通嘅老人家過着最平凡嘅生活，個樣都永遠掛住一副安詳自在嘅表情。呢啲人就已經達到咗呢種境界，只不過佢哋自己可能唔知道啫，佢哋或者唔識乜嘢大道理，但用咗一世嘅經歷修煉出呢份心境，呢個已經同聖賢所講嘅不謀而合。有個好出名嘅禪宗故事，一位老師傅收咗個好聰明嘅徒弟，呢個徒弟讀遍經書，辯才無礙，佛理講得頭頭是道。有一日，徒弟好自信咁行到師傅面前，覺得自己已經悟道。老師傅聽完之後冇講乜嘢，只係攞起個茶杯，然後開始斟茶，俾佢茶滿咗，茶水已經滿瀉出嚟，流到成張台都係徒弟嘎嘎腳攔住話：師傅個杯已經滿瀉啦，再斟就瀉出嚟啦。老師傅那個時候先放低茶壺，平靜咁同佢講：你呀，就同那個杯一樣，裡面裝得太滿，裝嘅係你以為嘅知識，你以為嘅領悟，你以為嘅境界。所以真正嘅智慧到唔要會，你個孫悟空就冇為裝心也。徒弟聽完呆咗好耐，然後深深鞠躬，佢又嗰陣時開始唔再到處炫耀自己嘅學問，而係安安靜靜咁過日子，安安靜靜咁感受內心。好多年之後，佢成為咗一代宗師，佢永遠記住咗師父嘅教誨：杯空心可以裝水，心空心可以容納萬物。呢個故事同60歲嘅人有冇關係？關係大到你想象唔到。你活咗60年嘅腦度，裝滿咗各種各樣嘅經驗知識、觀點、判斷、偏見、執着。呢啲嘢有啲有用，但有好多個喺你人生嘅呢個階段，已經變成咗多餘嘅包袱。你對身份嘅認同，你對仔女嘅期望，你對社會嘅不滿，你對過去嘅遺憾，呢啲統統都係你杯裏面滿滿嘅茶水。你唔將佢哋倒出去清淨，就入唔到嚟。你嘅心越來越滿，越來越重，到最後連自己都搞唔清楚，自己到底想要乜清淨嘅。真正意思就係做個空杯，希望唔好誤會，忘記過去唔係叫你拋棄過往，而係你唔再被過去綁住。你分得清邊啲事值得你掛住，邊啲事唔值得你嘅心度。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新嘅嘢，一朵花開嘅驚喜，一陣涼風嘅舒服，一個細路天真嘅笑容。
你的微笑嘅美好，只有一顆清淨嘅心先至接收得到。如果你嘅心已經滿到唔能夠再滿再多美好嘅嘢倒落去，都會流出嚟，你根本感受唔到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安靜咁坐喺公園嘅長凳上面，望住來來往往嘅人群，心入面冇半絲波瀾，唔會評判，呢個唔會比較嗰個，只係靜靜咁感受呢一刻嘅存在本身。咁恭喜你，你已經擁有咗呢個世上最珍貴嘅心境。呢份清靜係你60年風霜修煉出嚟嘅，係你歷盡侵犯之後嘅答面，係你同自己和解之後嘅禮物。呢個係好命嘅最高境界。好5個特徵都同你分享完，瞓得安穩，食得有味，有人相伴在，女生性，內向清靜。你唔樣，你中咗幾多樣？你可能會話我淨係中咗1、2樣，其他嘅都係有啲擔心。我開頭就講過，呢5個特徵唔係話你命中注定就有或者冇，而係你可以去學、去培養、去經營嘅。瞓得唔好就由今日開始，學識放低心入面嘅關愛。食嘢冇味就試下今日慢慢食，靜靜地食，用心去品味每一啖食物嘅美好。身邊冇人陪就主動聯繫下老朋友，打個電話過去問聲好。成日為仔女操心就由今日開始，學識放手同信任。心唔夠清靜就每日花10分鐘安靜咁坐喺度，乜都唔做，只係聽自己嘅呼吸。你嘅改變唔使好大，唔使好急，慢慢嚟就得有個好有力量嘅講法。知足者富，一個知足嘅人先至係真正富有嘅人。你有100萬，但你覺得唔夠，咁你就係窮人。你只得幾萬蚊，但你覺得足夠，咁你就係富人。富貴與否唔睇銀行戶口嘅數字，而係睇你內心嘅滿足感。60歲之後，如果你能夠打從心底覺得自己嘅人生係足夠嘅，係圓滿嘅，係值得感恩嘅，咁你就係呢個世上最好命嘅人繼位嘅核心。講到尾就2個字，手歪，還合適嘅時間做合適嘅戲，還合適嘅位置有合適嘅心態。60歲嘅你人生已經行到收穫嘅階段，已經退到起手嘅位置，你唔需要再去拼搏，去爭搶，去同人比較。你要做嘅係安安靜靜，敢欣賞你嘅人生，感恩你所擁有嘅一切，珍惜你身邊嘅每一個人。呢5個好命嘅特徵唔係上天賜予嘅禮物，而係你一世收成結出嘅果實。你前半生嘅善良、豁達、正直、包容，全部都會喺呢個時候變成你滿年嘅福報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啟發，不妨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，等更多人都能夠發現，原來這些自己都係好命嘅人。亦都唔好唔記得成日返嚟睇吓，我哋下次再見。